首歌是你写的吗？是啊。你真的很有才华。不过你唱歌归唱歌，何必那么在乎听众的反应呢？我觉得我不爽，我就不唱了。真够有个性的。你先说。你先说。最近好像总能碰上你，有好几次了吧5次。真的啊？短短1个月，这么大的城市竟然偶遇5次，哎，你不觉得很有缘吗？怎么了？对了，上回在台上你说是你们乐队最后一次演出，为什么不唱了？嫌钱少吗？我们乐团要解散了。为什么？他们要签唱片公司。那是好事啊，你不想签吗？不想。可是这样不是对你更有发展吗？唱片公司要做的，并不是我的音乐，而我的音乐，唱片公司他们也不会做。你个性这么强，当心会被饿死。不过能做自己想做的也挺好的，我支持你。我还有事，先走了，拜拜。小花，衣服真的好贵哦，万一赔不起怎么办？你要不要去打工？小花，爱情都最好了，好贵哦。要吓死人了！谁是大萝卜？当然是你啊，花心大萝卜。而且你在发什么呆啊？刚刚上来敲酒的你都没发现吗？你的脸上就写着“心事重重”4个字。我临节会有心事，开玩笑。你怪怪的哦，到底怎么啦？大伯，平常看过你坏坏的样子，你突然这样，我很不习惯。其实你有什么心事，你也可以跟我说啊，说不定我也可以帮你想想办法。小学生，不要装大人了。我是大人啊。好漂亮的花啊！送给我的啊？是别人送给温雪的，温雪不想要，想把人给扔了。他的意思就是送花。哎，莎莎，干嘛？你要是喜欢花的话，我也给你买一束去。不稀罕。哎，今天这么早就睡了？有心事啊？哎，是不是谈恋爱了？啊，跟男朋友吵架了？叶莎莎，你脑子里只能装男人这2个字吗？哎，我是关心你哎。我不需要你关心，我比较习惯你自私、肤浅和小家子气。我小家子气，你不要忘了，你来这的时候是谁收留你的？要不是我跟你平摊房租和水电费，
你有地方住吗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偷用我保养品的事情。我就用了2次，还没有效果。真没效果？就没有效果啊！我都连续用3次了，你看一点效果都没有。哎，你抹的是这儿吗？对啊，这儿。我告诉你啊，你肯定是方法用错了。我告诉你，你把那个抹在这儿，然后伸出你的无名指，按摩手法非常的重要，你要轻柔的去抚摸它，轻柔的。最重要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点，就是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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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的心不曾远走，只懂逗留。他到底有没有说我的话呀？经过世界尽头，爱上之后，小心翼翼呵护有加。留恋雨后刹那间。喂，您好。什么？好的，我们马上过去。不是说要跟我拆伙吗？改变心意了。刚才淼淼的经纪人打来电话说，指定要让我们2个去做独家专访。跟我们是这样。他指定说让我去，你是怎么做到的？跟我没关系。说实话，可能是淼淼的经纪人暗恋我吧。怪不得他在电话的时候口气这么亲切。你不会是真的相信了吧？不是真的吗？我不知道，我交往过的女人太多，很难一一记得。你房好是挺好的，可是你这没5证，算了，我不买了。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听我。哎，石经理，我正要找您呢。你有事啊？您坐，我跟您说。好。石经理啊，客人们一直都在问，咱们这为什么没有5证？这样，华仔，你就按照公司教育培训时候的说法告诉客人就行了，没问题的。我跟他们说了，我说5证马上就下来了。问题是他们现在不相信。哎呀，华仔，要说这件事情，我比你们谁都亲。不过你放心，公司是正派经营，
嗯，对公司要有信心呢，有没有？我有信心。有就行了嘛。不是，问题是石经理，咱们没有5证就销售，是不是不大好啊？华仔，这个你就不懂了。房子前期可以先卖啊，我们前期便宜些无所谓，就算是帮助那些经济能力比较差的人吧。不过你要记住，等5证一旦下来，这个房价就不止1倍2倍的翻了，到时候会有很多人买不起的哦。Understand？ 是这个我明白，但是石经理，你看我们，哎呀，好了，华仔，你这个人啊，什么都好，就是太缺乏自信了。做人一定要有自信，要想说服别人，首先要有自信啊，这样你的业绩才能上去嘛，对吧？你一定要这样想，这个房子肯定抢手，这个房价肯定能涨。我敢保证，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你马上会卖出房子的。啊，我有自信，石经理，那我做事去了。好，哎，华仔，记住，你行，你不是一般人。啊，我行，我不是一般人，加油！我太有才了。先生小姐你好。喂，妈，我很好，你不用担心，照顾好你们自己就行了。啊，我最近很忙，你知道，我又要走秀，又要拍广告，而且最近啊有一部戏要试女主角，我还得去试镜呢。哎，对，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哎，是不是小弟在弹琴啊？真是弹得越来越好了。妈，你不用去打断他。妈，我。喂，小弟，姐姐最近很忙，没有时间回去看你，不会怪我吧？哎，学费还够不够？不够告诉我，我再给你寄点回去。我也很想你。你要好好学习，好好学琴，知不知道？以后到这儿来发展啊，姐姐就跟你天天在一起。哎，好了，那我先不跟你说了，明天再打给你。拜拜。陈小姐，您要是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给我打电话。不包括房子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咨询给您的。行。好。啊，对了，资料您拿一份走。好的。再见。再见啊。莎莎，哎，你是来看我的？当然不是啦。我是来跟你商量一下买房子的事情。哦，我给你倒杯茶啊。不欢迎啊。哦，没有。问题是莎莎，你哪有钱买房子啊？我是没有，所以呢，我就准备找那些以前做模特的那些朋友一起合买，怎么样？你说？现在买房子太划算了，比银行的利息高，而且还不用担心像股票那样随时都会跌。我能买。你们公司盖的呀？啊，真漂亮！哎，多少钱一平啊？不是，莎莎，这房子不卖，卖的在那边呢，我带你过去看看，好吧？来，你先看一下这个资料，像这边的应该都是 A 户型的，对，这边的 B 户型的，就这样。哎，这个哎，真好看，这房子真好看，哎，设计特别合理哈，是不是？看我干嘛？哦，没有，咱们说这边嘛。哇，哎，这是游泳池啊，还真好看。这是喷泉，这边呢将会建一个空中游泳池，在这个地方。空中的呀。空中游泳池是。另外呢，我觉得这栋楼的投资呢，如果投资的话，比这个合算一些。在想什么呢？没什么。那天的事情我看到了。什么事儿啊？他不是故意的。
难道你是想说，他不小心绊倒，所以才吻到我的吗？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不过你不觉得奇怪吗？当淼淼被问到未婚生子时，她反应那么大，竟然做出拔掉电源的举动。是什么原因？她没有爸爸，她妈妈也是未婚先孕。原来是这样。她从来都不提她爸爸，直到有一回，她喝醉了，我才听她说出来的。所以你看，她平时总是做出一副玩世不恭、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那其实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伤害。那他频繁的换女朋友，也是害怕自己被抛弃吗？你开始能明白他了。其实我说这些，并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你。我想，你一定希望能够了解他。我一点都不希望了解牛皮子。那你就自己看着办吧。来来来，吃吃吃，来，文森多吃点啊！来来来，让文森多吃点。来，文森，你最近可真是辛苦，不但要看公司，还要照顾公子。哪的话，那都是我应该做的。这谢非凡毕竟是个律师，该不会真的让他来领导香榭吧？谢内镇显然把香榭当成了家族公司，忘了还有咱们这些股东的存在。就是，是啊，平时啊，我们有点太放纵他了。哎，容我提醒大家一下啊，谢董现在仍然是最大的股东，影响力的确比我们都大。那倒是。那难道我们就这样放任一个外行人来领导这么大的摩登潮流出版集团吗？我认为，文森比谢非凡更适合接班。但我听说最近盛世时代频频向你招手，可有这回事吗？文森啊，你可不能走啊！要走的话，也不是你走。不会的，香榭是我的家。想当年，我从仓库搬杂志开始做起，一步一步从基层开始，那可以说是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我希望，那也是我唯一的一份工作。我以为我们应该给谢非凡一个机会，如果他真的能够带领菲米娜把销售额推向1亿册，我觉得我甘拜下风。如果他没有这个能力，说真格的，我相信公司上下所有的股东，可能都很难服气。这一点我们大家都有默契，没问题。没问题，你放心，必要的时候只要你说一声，我们完全支持你。对，支持你。来，我真的谢谢大家。要是在半年前，我绝不说这样的话。但是今天这个情形，我必须说，我绝不允许一个外行人毁了大家这么多年辛苦奋斗的心血。是。是这样，我给品牌公关打过电话了，他们已经给了我们最低的折扣，5折。这部分是红果必须要负担的价格。太贵了，他工作没多久，这对他来说是个天文数字。我明白，但这是公司的规定，你也知道，每个服装编辑、副编助理都是一样的。夏红果真是运气不好，偏偏就找了一个金额这么高的。看来只有让他慢慢多摊几年，应该会还清的吧。笔给我。你让他按照这个价格赔就行了，多出的部分我私人来补。啊，对了，
你别把真实的价格告诉他。好。红果，你来一下。这是你个人必须要负担的地方。往后公司会按月在你的工资里边扣，另一半公司会承担。总监，这是我个人疏失，我觉得我应该要负担全部的金额，不应该让公司负担。那笔资金对你来说太多了。可是我刚升上服装编辑助理就出错，是我不好，我应该要检讨，不是公司的责任。公司对衣服没有责任，可是对你有责任，因为你是菲米娜的员工。不要想太多了，回去工作吧。价格怎么这么低呢？这还低，以他的工资得吃2个月的方便面。哇，2个月的方便面，你受得了吗？没关系，至少现在有生命第一件限量款的衣服了。很好，是一个大独家。温雪，你的优秀甚至超出了我对你的最高期望。总编，其实这个独家是林杰正举到的。是吗？我人缘还不错，自有贵人相助。看来你们俩的合作越来越默契了。继续加油哦！我看你是摆脱不了我了，晚上去庆祝，跟我吃饭吧。把你那个拒绝小册给我。什么什么？拒绝小册。帮我扔了它。画得不错啊。是笑脸吧？我们来庆祝一下你不是要赔很多钱吗？庆祝什么，2年，我跟香榭签了2年的正式合同。也就是说，你在2年之内都是香榭的正式员工。没错没错。一个试过换来一份这么好的工作，太划算了吧？那真是应该庆祝一下的哈！来，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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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这个单位是我跟沈翔一起出钱买的，也算顺便帮你做业绩。我们已经签字了。你和沈翔不是没钱吗？我都是跟我妈借的，沈强呢是跟他朋友借的，我们1人1半，刚好可以付首付。谢谢你妈这么支持我。兄弟，客气什么？其实说实话，我最不想做的客户就是你们。为什么？我不想让你们搬出去。咱们在一起住了这么长时间，如果你们……你放心，我们在这里住习惯了，是不会搬走的。说好了。当然。加油！我不喜欢吃这个，给你吃。苹果，有你的外卖啊。女士您好，这是您的外卖。我没有叫外卖。哦，那我就不知道了，就说送到这儿。您是夏红果吗？嗯。啊，那这就是您的。可是我没有钱付水果饭。这已经付过了。付过了？嗯。谁付的？这我就不太清楚了。
给您。谢谢。哎，再见。小红果外卖。有外卖。哇，这么多菜啊！哎，你们要不要一起吃？不了，刚吃饱。你们都吃饱了。你好，我想点餐。哎，小冬天，哎，你给我送2份外卖，要一个鱼香肉丝，再来个麻婆豆腐，2碗米饭，西红柿鸡蛋面1份。要1份石锅拌饭，可以多加2个鸡蛋吗？好，谢谢。送到香榭集团菲米娜编辑部。好，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按照刚刚分配的事项下去进行。我也想了一个提案。红果，说来听听。这个是我昨天晚上想的，可能想法还不太成熟。主要的概念就是少花钱的摩登潮流，因为我认为做摩登潮流不一定要花很多钱。不花钱的摩登潮流。红果，那你的意思是让我们去街边捡垃圾穿呢，还是环保回收用易拉罐做衣服呀？易拉罐，这个想法很不错哎。那不是摆明了要设计师都回家喝西北风吗？哎，红果，你这几天是没钱花，穷疯了才想出这主意的是吗？确实是。我知道我的想法现在还不太成熟。知道自己的想法不成熟，干嘛拿出来浪费大家的时间啊？很抱歉。Ada，我说的难道有错吗？职场上能力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没必要向别人展示这些不成熟的用工过程，也不能因为年纪小就有一些什么特权。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服装编辑，光有热情和梦想是远远不够的。好了。Ada 她也是为了我们杂志好。虽然这几期菲米娜的销量有所上升，但是我们还不能太乐观。根据调查，封面明星季节起了很大的作用，包括这一期我们的杀手锏明星淼淼。但是要知道，像季节还有淼淼这样的热点人物，我们并不是每一期都可以找得到的。1亿啊！我们要达到的是1亿的销量啊，各位，最终还是要靠杂志的策划和内容。所以，如果本期的企划不够突出，无法吸引读者的眼球，那就很有可能会影响到以后的销量，前功尽弃的。所以，作为菲米娜的一员，我希望大家能够拿出更好的企划，发挥出最大的实力。都回来了，还来住酒店，我们就不能回家住吗？这不是你的决定吗？你后悔了？记住我们的约定，别向非凡透露我们回来的消息。来住2天，登记。我不认为红果的企划是不成熟的。这段时间，我对菲米娜的读者回函、读者资料以及销量做了交叉的分析。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摩登潮流类型的杂志已经在国内发展了10几年了，排名靠前的几本杂志都有了固定的读者群和固定的市场。菲米娜作为一本新的杂志，想要在1年之内达到1亿的销量，就必须强势地进入已经被瓜分的市场，甚至是进入前3名。可是我觉得，根据现在菲米娜的市场定位，几乎不可能。但是菲米娜的风格定位跟其他几本市场份额靠前的杂志还是有所区别的。通过对市场的细分，我认为我们还是有可能获得自己的读者群。你错了，对于已经成熟的市场再进行细分，
我们得不到更多的市场份额。我们要做的是开拓新的市场，吸引新的读者群。菲米娜的读者不应该仅仅的局限在年轻的女性白领，我们应该把大学生拉进来，把普通的上班族拉进来，甚至是把3、4级城市潜在的读者也拉进来。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达到我们的目标。红果的想法可能是不够专业，可正因为他不是站在一个专业的服装编辑的角度，而是站在一个普通的读者的立场，所以他的想法才具有参考价值，而且非常新颖，非常独特，没有人做过。更重要的是，他的这个想法也完全符合我所说的新的消费群的需求。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让红果提出详细的企划方案，再进行评估，而不是盲目的进行否决。白宇，你认为呢？那红果，你就把你的企划思路说一下吧。我是这样想的，一件限量版的衣服就要花我2年以上的薪水才只买得起一半。如果这就是摩登潮流，那我想大部分人都会放弃这所谓的摩登潮流。我的创意立足在“用得起”这3个字上，我想应该会有很多人希望看到这样子的企划。至于实践的方式呢，我想就是 DIY， 自己动手做。那不如这样吧，就由你和助理出版人一起来负责这个企划。没问题。谢谢总监，谢谢助理出版人。哎，你看你，我这好不容易腾出时间来放下工作，陪着你出国，你看你这才出来几天呢？啊，还什么儿时蜜月，一出国就天天问什么时候回家呀，什么时候回家呀？这真是。你看这里的环境，吃的、住的、用的，都不是我平常喜欢的，还是自己家好。哎，你知道我是利用这个机会把担子交给非凡，他这个小子从小就是有主见，加上这是个新兴的行业，他不熟悉啊。我要天天在公司里，他就有依赖心理嘛。我明白你的苦心，你就忍忍吧，为了你宝贝儿子，再住几天吧。是非凡，你快接。非凡啊，什么事？你们玩的高兴吗？啊，高兴啊，高兴。那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回来啊？还不确定啊，环游世界说不定呢。哦，爸的身体还好吧？你爸他很好，你放心吧。妈，我想，如果爸的身体好的话，能不能让他早点回来，主持香榭的大局啊？儿子呀，你不是跟你爸约定好了吗？干嘛急着催他回去啊？说实话，要让菲米娜的销量达到1亿册，挺难的。可能是我当时对自己太有自信了。儿子呀，妈妈知道这段时间你辛苦了。儿子，哎，非凡啊，我们在迪拜，正要去游览迪拜塔啊，就不说了，这太远了，信号不好。哎，别忘了，我们有约定啊，1亿册。也别忘了那些弱势群体等着你去拯救的。爸，喂，没信号了，行了，哎，喂，行，哎，我听非凡的口气好像很不开心啊。我们回去看看他吧。儿子就是被你这么惯坏了，说不回去就不回去。行了，这么定了，吃饭去，走。干嘛？各位，帮我想一下，什么是不用花钱的摩登潮流？想到的人写在这张纸上，然后再拿给我就可以了。不用花钱，用抢的会比较快。红果，你是不是闯祸了？不是，这是我第一次提出的计划案。哦，那这样的话是一定要帮你的哈。不过红果，
我真的不懂什么叫摩登，什么叫潮流的。我觉得穿衣服吧，舒服就好的啊。胖子，想不想变成一个潮男？想想。哎，那我教你啊。首先呢，你要把你衣柜所有的衣服全部扔掉。好。然后你这个发型，我留个长发。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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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不好意思哦，你这张脸我实在没有办法去改变它，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哦。追随摩登潮流还不要花钱，这也实在太难了吧？现在的流行观都是跟着商人在走，在媒体上大肆的宣传，不是今年让买那个，就是明年让买那个的。难道一定要追求广告、名人跟商场，这样才算得上摩登潮流吗？红果，我看你呀，根本就是没事瞎折腾。我不怕辛苦啊，而且我觉得这企划一定会有很多人喜欢的。加上还有非凡帮我，一定可以成功的。如果潮流能帮我，我肯定吓死。哇！哎，活该。冰冰，哟，莎莎姐这么有兴致，约我出来喝咖啡啊？啊，也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只是觉得咱俩好久没聚了嘛，所以这不就出来坐坐嘛。哎，莎莎姐，你包蛮漂亮的嘛，是05年推出的款式吗？啊，对，哎呀，是有点过时了，但是没办法，我就喜欢这款。嗨，现在不都流行什么复古吗？什么过时的款式偶尔拿出来用用，也都挺好的。对啦。哎，那个冰冰，你最近还走秀吗？不走了，那些秀啊又累又赚不着什么钱。我老公呢不希望我这么辛苦，这样的话我可以帮他打理一些他的生意嘛。你老公是做什么的呀？我老公呢，他的生意铺的比较大，像房地产啊、金融啊、股票啊、茶叶啊，反正商人嘛，就是什么赚钱做什么喽。哎，冰冰啊。上次好像听你说，你老公开了一个什么影视公司是吧？啊，对，影视公司呢，也就是拿来玩玩。你看那些做影视的人看似风光，其实根本赚不了什么钱。哦，那最近有没有筹拍什么戏啊？过2个月要开一部新戏，投资2个多亿，然后我觉得肯定是今年最火的一部戏。那进展怎么样？角色选定了吗？还没有吧。不过呢，导演倒是想用1线的大牌最红的明星，导演呢倒是想用我来当女1号，不过我呀没什么兴趣。那冰冰，你看看，有没有那种适合我的那种角色？好啊，那这样的话，你把你的资料传到我邮箱一份，我跟导演说一声，给你个角色，没问题的。太谢谢你了啊！嗨，这么多年承蒙莎莎姐的照顾，不帮你帮谁呀？对，谢谢啊。这个月的收视率第1名是林杰跟温雪负责的娱乐八爪鱼栏目，收视率达到了3.2%。这个月的收视率第2名没有第2名，其他的栏目收视率通通都在1%以下，通通不及格。我们部门只有温雪他们来上班吗？你们最好向我证明你们有来上班，否则的话，桌子我通通给你们撤掉。尤其是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我现在正式宣布，你可以回去度假了。孙总编，您不是说每月1裁吗？这个赵硕被裁还不到2星期呢，为什么又要裁人啊？每月1裁是最低限度。你们都听说过我的名声，最多的时候我1个月裁掉过8组采编，包括1名主任。还有问题吗，老丹？没有了，您接着谈。
灭绝非得要把气氛搞得那么僵吗？跟拍恐怖片一样。喂，干嘛？